山国清景区，应该快到了。这个字读台，第一声，很多朋友可能会读成台州、天台，它其实读台，台州。国清景区停车场，停这里吧。这个景区的停车场还挺大的，挺空的。天窝茶庄，你的样子环游中国，来到了浙江天台山隋代名刹国清寺。这里被誉为中国最傻的寺庙，身为五 A 景区却不收门票，不设功德箱，低调的美了1400多年。停好车了，去这个1400年历史的国清寺。来到天台山，一切皆圆满。远处那个就是隋塔了。大家看到镜头里远处的隋塔前面有一片稻田，就是我身后的这一片。这片稻田呢是国清寺的僧人们打理的。你能想象吗？在农忙的时节，这里的僧人会在稻田里面抢种抢收，因为这里始终保持着农禅合一的传统，一日不做，一日不食。进寺庙前，先看到的是教官总持这4个字，照壁上的4个字，这是国画家王震在1935年写的。这4个字什么意思呢？通俗解释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。它也是天台宗的立宗之本。踏过这个1400年的这座桥，就来到了这个另外一处照壁——隋代古刹。隋代古刹，这是来国清寺这里必打卡的地方。楷书的4个字，这是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题的。隋朝的开国皇帝是叫杨坚，当时他定国号为大隋的时候，据说这个隋是有走之底的，后来觉得这个走之呢有奔走之意，就把这个走之去掉了，就成了现在这个隋字。这里还有一块碑啊，一行到此水西流，说的是什么事儿呢？说的是一行法师听说天台寺的这个和尚精通算法，然后就过来求学。这一天呢，天台寺的高僧算到将有贵客到来，然后他跟弟子说，当门口的溪水从东改向西流的时候，客人就到了。果然一行到的时候，这个水流就从东变成了向西流啊，这是一个小故事啊，其实现在用来形容虚心求教啊，成了一段千古佳话。从这个照壁的边上过来就是入口了。哎，这个很有意思啊，国清讲寺，牌匾上并不是国清寺3个字，多了一个讲。这个讲呢是言字旁加一个育人的育，没见过这个写法吧？它其实说的是知行合一。看，很多人会在这个石狮子前面这个绣球上摸一摸。这个绣球摸一摸，寓意是手掌乾坤，也叫乾坤球。这2座狮子其实是从北京运过来的，因为之前国清寺在动荡的年代啊，在我们国家60年代动荡的年代遭毁，后来在周总理的直接干预和关怀下，又重新修缮了。所以当时也从北京运了很多珍贵的文物过来。这2座狮子就是从北京运过来的。大家看这个画面是不是有点眼熟啊？对，这是我们国家很早的一部万人空巷的电影《少林寺》，李连杰主演的啊。很多人小的时候可能都看过，当时取景地就是在这里。哎，这我也得去摸一下，手掌乾坤。夏日中的国清寺，除了游客熙攘，炎热中透着几分清凉。寺前古木参天，满目葱郁，人在其中，慢慢的也就清凉了起来。
这个大雄宝殿的牌匾是竖的啊，很多地方我们看到的牌匾都是应该是横的，为什么这个是竖的呢？大家知道为什么是竖的吗？其实故宫里的很多牌匾也是竖的，可以感觉出来，这个国清寺处处透着皇家的这种尊贵啊。这个香炉很有名，据说是乾隆为了母亲祝寿，然后建造的一个香炉。你看这里啊，不是万寿无疆，是圣寿无疆，啊，是给母亲祝寿。这一圈还有很多名字，这个就是我不太理解啊，说是乾隆让他的大臣还有大臣的家眷一起捐钱建造的一个香炉。看这一圈都有他们当时捐钱人的名字。乾隆皇帝让大臣掏钱给他母亲祝寿，捐了一个香炉。他缺钱吗？不太理解。大雄宝殿的边上过来就是啊，这里是隋眉了，隋朝的老梅树啊，1400多年。在隋眉的边上有一个梅亭，坐在这里可以歇一会儿。我身后的这棵老梅树呢，是当年国清寺的张安大师亲手种植的。你敢相信吗？1400多年啊，这棵树竟然活了这么久。可是当年它也曾经遭过动荡。在文革的时期，国清寺改名为国清生产大队的时候，这棵梅树几乎濒死。后来在周总理的关心下，国清寺重新修缮之后，这棵老梅树竟然枯木逢春，又活过来了，并且每年也会盛开它的梅花。树上结的梅果呢，用来款待贵宾，被日本僧人称为长生不老果。这棵老梅树见证了国清寺的沧桑变幻和兴衰荣辱。口渴了，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喝茶的地方。三贤殿，三贤是讲的国清寺的3位高僧啊，风干、寒山、拾得。寒山和拾得有一段话很出名啊，这里也贴出来了。寒山问拾得曰：“世间有人谤我、欺我、辱我、笑我、轻我、贱我、恶我、骗我，如何处置乎？”拾得曰：“只要忍他、让他、由他、避他、耐他、敬他，不要理他。再待几年，你且看他。再待几年，你且看他啊。”这其实讲的是人身处逆境的时候如何自处。老祖宗的智慧啊！除了刚刚的风干、寒山、拾得之外，国清寺其实还有很多得道的高僧，比如说大家耳熟能详的济公就曾经在国清寺修行。啊，这里是罗汉堂。普陀山呢是观音的道场，这里是500罗汉的道场。其实这里有501个罗汉，为什么会多一个罗汉？那个罗汉其实就是刚刚说到的济公。据说啊，他还是当时走后门进来修行的。还有个说法是说，你朋友的相貌，在这500罗汉当中，总能找到一个与之相匹配的，栩栩如生的。这就是在500罗汉当中的第501个罗汉，济公法师。作为隋代古刹，中国佛教宗派天台宗祖庭的国清寺地位崇高。除了一行法师、寒山拾得、济公和尚等高僧，孟浩然、李白、贾岛、皮日休、陆龟蒙等无数文人雅士纷至，墨宝犹存。隋塔、隋眉等千年之后依旧屹立并生机勃勃。无论哪一方面，国清寺都有着与国内其他名寺比肩的底蕴和实力。差不多半天的时间，基本上能把国清寺给逛完。这里有一个喝茶的地方，好像很难碰到一个不收钱的喝茶的地方。我也选了杯茶，好像是黑茶。逛了半天，喝一杯茶，真的是特别解渴。这边喝完茶之后，把杯子放回去。
还有开水烫的，那就好了，分享卫生的，还不错了。不错，不收钱，还这样，这不简单，特别好。国清寺逛完了，大概花了半天的时间。一句“寺若成国际清”，既是国清寺名字的由来，也蕴含着深刻的寓意和美好的期许。整座寺庙啊，你一圈走下来，几乎看不见一张二维码，而且它的茶水是免费的。据说以前还有2块钱能让你吃到饱的斋饭。在全国知名的寺庙当中，国清寺可能是唯一一座不收费的古刹。整个一圈下来，你的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？反正给我的感受是啊，真正的佛门清净地。放眼神州大地，在某些佛门圣地沾满铜臭气息、浮躁替代寺庙的晨钟暮鼓之时，我却在天台山下独独感受到了国清寺那股炎热下的清凉。无论是从景色还是内核，国清寺都担得起最美寺庙的美誉。它以清流之姿迎接着每一位寻求心灵宁静的芸芸众生。天窝茶庄，你的样子在路上，再出发，一起去看看你的样子，看看世界的样子。